嗨，我是 VK， 欢迎来到 VK 科技阅读时间。在资讯爆炸的时代，让我们用好奇心探索世界。在这里，我们会聊科技世界的精彩故事、新创团队的奋斗历程、科技代表人物的思维，以及重量级商管著作的心得。每周三中午，我会在 YouTube 以及各大 Podcast 平台更新。每周二，电子报也会同步发布在 First Story 跟方格子，可以在资讯栏当中找到所有相关的连结。本期节目由 PDF 文电通赞助播出。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过这些情况，就是你收到一份 PDF 的文件，然后发现里面有错字想要修改，但是就是修改不了。那或者是说想要把好几份的 PDF 合并成一份，那结果就是要找到好多不同的工具才可以完成。或者是说你有时候想要把 PDF 转成 Word 来编辑，然后转出来的格式呢就会全部的跑掉。那更困扰的时候就是说，有时候你收到扫描的 PDF 文件，然后里面的文字根本选取不到，或者是说需要在 PDF 上面加注解啊、签名，却发现免费的工具功能都还蛮阳春的，没有办法满足你工作的需求。那这一些 PDF 的使用痛点呢，相信大家都常常遇到过。那以前呢，我也会常常为了处理这些看似简单的需求，要在网络上面找很多各种免费的工具。那结果呢，不是功能有限制，就是转换的品质不太好。那有时候你也会担心说，把这些重要文件上传到不知名的网站，会不会有一些资安上面的风险？那这些问题呢 PDF 文电通6专业版都能解决。 PDF 文电通6专业版是一套功能相当全面的 PDF 编辑转档软体，现在呢已经同时支援 Windows 跟 Mac 的作业系统。那特别是 Mac 的支援呢是近年来新增的，对于使用不同作业系统的人来说真的很方便。那这套软体呢，它涵盖几乎所有你会用到的 PDF 功能，包含多功能编辑、双向批次转档、注解审阅，还有合并档案跟数位签署，还有文件保护等等的。那最让我印象深刻呢是它的编辑功能，可以直接修改 PDF 里面的文字，调整字型，更改颜色，甚至可以像 Word 一样来处理 PDF， 完全解决了以前想要改 PDF 却改不了的困扰。而且呢，它还有更全面的编辑模式，可以让你像在 Word 里面一样编辑文件。这对于需要大幅去修改 PDF 内容的人来说是非常实用的，因为你可以直接在 PDF 里面新增、修改、删除图片，甚至调整图片大小的位置。那除了编辑功能之外呢， PDF 文电通它还有强大的 OCR 光学字元辨识，可以把扫描文件呢或图片转档成可以搜寻和编辑的文字。那还可以手动检查并且修正可能的辨识错误，确保文字的内容准确性。那这对于需要大量数位化纸本内容的人来说非常实用。那在文件安全方面呢，也不用担心，就是 PDF 文电通它也做得很全面，就是你可以设定密码保护啊、限制列印，还有编辑的权限，甚至可以使用密文跟立可白的功能来永久性的移除敏感的内容。那这对于需要去处理机密文件的企业或个人来说，这些安全功能呢非常重要。批次功能的处理也是一大亮点，就是它可以一次转换大量的文件，不用一个一个慢慢处理。无论是你要把多个 Word 转成 PDF， 或是要把一堆 PDF 转成其他的格式，都可以直接批次完成，这可以大幅节省你的时间。那说到价格呢， PDF 的文电通相对 Adobe 来说就真的亲民蛮多的，因为 Adobe 的订阅费用可能一年就要好几千块，而且还是持续性的支出。那 PDF 文电通呢，它有多种授权方式，让你可以依照自己的需求跟预算来选择最适合的方案。那包含说有专业版永久授权一套5800，或者是订阅版1年3900，还有针对企业需求的终端伺服器授权。所以如果你是企业用户，现在 PDF 文电通提供企业多人免费试用2个月的优惠。那这对于想要导入 PDF 管理解决方案的公司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实际的体验看看。那如果你是个人用户的话呢，它也有提供14天的全功能试用。那现在呢，就透过资讯栏专属连结到 PDF 文电通的官网购买，在结账时输入 VK 优惠码，就可以享有全站9折的优惠。那这个优惠呢，直到10月31号截止。那如果你也常常被 PDF 各种限制搞得很困扰，推荐你可以试试看 PDF 文电通6专业版，相信呢对于你的工作会有很大的帮助。那欢迎透过资讯栏连结了解更多。那接着呢，我们就进入今天的主题。今天我们要来聊国防新创 Anduril。相信大家上周应该都被洗版，整个社群都是 Anduril 跟 Pomolaki 他来台的演讲内容。那在今天的这一集当中呢，我们会来介绍 Anduril 他的创业故事，还有他所开发的产品有哪一些，还有它背后代表意义是什么，以及他接下来会在台湾做大概哪一些事情，我们有哪一些的参考案例。通常在讲到他们来台湾设办公室的时候，我们都会提到说有一个叫做澳洲模式。那澳洲模式究竟是什么？那
他们在澳洲做了哪些事情，怎么样跟政府合作，怎么样跟当地的供应商合作。那这件事情呢，我们会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那因为呢，他上周来台湾演讲的时候，其实我认为这个目的更主要是在招募啦，所以在今天的这一个主题当中呢，我们会来介绍就是 Anduril 的人才招募的原则，以及他们怎么样去看待人才的一些想法。所以今天在这一集当中呢，我预估应该会有点长，那所以你也可以跳着听，因为如果你是我们的忠实听众的话，你就会知道说过去呢我们有介绍过2次关于 Anduril 关于 Pomology。 第一次是在介绍 Pomology 它为什么会从 Oculus VR 转战到国防科技 Anduril 这家公司，就是我们比较是从他个人的视角在看说他的创业故事。然后第二个呢，是我们在介绍 Anduril 的一个关键推手，他同时也是 Anduril 的共同创办人，叫做 Trent Stephens。 那他过去呢是在 Founders Fund， 然后也有在 Palantir 当中任职过。他其实有写了一篇文章，他跟他同事写了一篇文章叫做 Choose Good Quest， 在今年初的时候我们有讲过这篇文章。那你就会知道说这边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拼图，就是我们过去都没有讲过 Anduril 这家公司，就是很完整的介绍说这家公司他在做的产品有哪些，以及他背后的一些商业策略，跟他想要颠覆的事情是什么，他想要颠覆整个国防的领域，他们想要做的创新是什么。这边有几个原因，就是为什么一直没有做 Anduril 这家公司呢，就是因为我其实不是一个很了解军武的人，在可能1-2年前的时候，然后反正就是在近2年的时候，我就看了很多跟 Anduril 相关的内容啊，然后也比较深入的去了解，我相信现在应该会比之前好很多。那最近呢，其实就非常沉浸在看懂他们的产品啊，然后也看了很多 YouTube 的影片等等的。在这一集当中呢，我尽可能让所有的内容是精准且正确的一个状态。那如果我有错呢，非常欢迎大家纠正我，然后给我建议这样子。在今天的这一集节目呢，我们会介绍3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就是我们会来介绍 Anduril 的创立故事，以及 Palantir 的校友们怎么样去形塑出来 Anduril 这家公司。然后第二个呢，我们会来介绍 Anduril 的产品，还有他们背后的一些商业策略。在这里呢，我们会分成陆海空的这3个方面来跟大家介绍，以及他们在背后的一些商业策略其实跟过去的传统国防巨头有非常大的差异。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就会跟大家来介绍这个部分。然后最后一个部分呢，我们会来介绍一下，就是在 Pomology 这一次来台湾的演讲的时候，他其实聚焦很多在台湾的供应链啊，还有台湾即将扮演的角色，还有台湾人才的招募等等的。那所以我们也会针对这一块来跟大家分享，就是澳洲模式它究竟是怎么样去执行的，还有在整个 Anduril 的人才选择上面他们会看重什么样子的特质。那如果你有兴趣想要去申请 Anduril 的职缺的话，就是你非听这一段不可啦。那在进入主题之前呢，就先稍微来闲聊一下上个礼拜 Pomology 来台湾的演讲。我自己非常非常期待这一场演讲的原因，是因为我看了很多 Pomology 的演讲，然后在2年前的时候做了 Pomology 的一集 podcast 还有电子报的内容之后呢，就非常非常喜欢他。然后某种程度可能是抱着一种追星的心情去的吧，就是哇，你可以看到本人呢，然后尤其是在台湾。因为其实在上次去 Google I/O 的时候，有一个前辈就有载我去 Anduril 以前的办公室，因为其实以前的办公室跟现在就是已经完全是不一样，但是你还是会想说哇，就是你如果有机会可以见到 Pomology 本人，那一定要把握这样的机会。那总之呢，后来就报名，然后非常幸运的主办单位有选到我，然后我就去了。如果大家有看社群的话，就会知道说哦，其实他在来台湾演讲的时候，外面有一群人在抗议。然后这个小插曲其实也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他是3点半开始，然后他3点到3点半的时间是一个报道时段，所以那时候我大概3点10分15分的时候吧，我就过去到现场，然后准备开始报道，找到座位这样子。然后那时候我觉得有一点点的小奇怪的地方，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外面聚集了很多人。因为通常那个流程蛮顺的，就是你只要打开你的 QR code， 然后给主办单位扫描，然后你就可以直接进到会场。通常来说，就是可能大家会想要尽可能赶快到会场，然后找个位置坐下来，然后直到演讲开始，并且就这样一路到结束嘛。但是我不太理解为什么那时候外面站了很多人，大概有10几20个吧。那时候有觉得小小的奇怪，但是后来就进到会场之后，就遇到 Fox 跟 Mia， 然后就坐在他们旁边就聊天。然后这边可以讲一个小故事，就是因为我拍的角度刚好是跟 Fox 是一样的，然后就有一个朋友问我说你为什么拍的角度跟他是一样的？然后我就说因为我坐在他旁边。那总之就是后来开始3点半开始的时候呢，外面就突然传出一个很大声的声音，然后那时候我以为是在欢迎 Pomology， 我想说就是台湾有好多人认识 Pomology 哦。
结果呢，后来听了那个声音之后，大概1分钟吧，就发现那个声音好像不是在欢迎，是在抗议。抗议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因为我刚好坐的位置是在门边的第一个，然后我那时候其实有一点害怕他们可能会冲进来之类的，但是因为有海豹部队站在门边，所以某种程度就有一种很安心的感觉。然后持续的时间没有太久大概20分钟到30分钟，但是一个蛮特别的经验，就是你左边的耳朵是听到抗议声，然后右边的耳朵是听到 Pomolaki 的演讲，然后 Pomolaki 就站在我的前方大概3-4步吧，就可以走到他那边。总之我觉得是一个蛮有趣的体验，就是一刚开始有点紧张有点害怕，但是后来看到海豹部队然后其实有很多人都在维持秩序，就会觉得很放心。然后我觉得整个演讲当中有2个还蛮重要的 takeaway 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第一个是他讲了很多跟台湾相关的内容，就是他自己有写一份讲稿，他分成2个部分，第一个是他先讲一个 keynote， 然后接下来就是回答大家的问题这样子。然后 keynote 的部分他有写讲稿，就是他讲还会把那个纸拨到地上这样子。就是如果你有很常态性在看 Andrew Rowe 或者 Pomolaki 的一些影片的时候，你大概可以预期到他可能会讲的内容，但是在这一场演讲当中他放了非常多台湾元素，包括我们刚刚前面提到的台湾的角色然后台湾在供应链当中的一些优势等等的。这一整段呢是我认为最有收获的地方，就是因为这是他过去在公开演讲的时候比较少去提到的一块。那其实你可以听到他讲到很多这样子的内容，那这边呢我们等一下也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第二个呢就是他来台湾不是只是因为演讲嘛，演讲只是一个很顺便的行程。那这个演讲我认为他背后有一个很重要的目标，就是他希望让更多人认识 Andrew Rowe， 然后尽可能招募到台湾的优秀人才。所以如果说这个演讲有一个重点的话，我想那个重点就是招募。因为其实蛮有趣的事情是，在他来台湾的前1个礼拜的时候，台湾跟韩国的办公室就已经开设了，然后台湾跟韩国的办公室都有4个资深供应链管理的职缺，那韩国是多一个，就是他们有一个软体的职缺，所以他台湾结束之后他就飞去韩国了。你大概就可以知道说他这一个行程就是来台湾开办公室，然后并且招募到人才。其实他这一次来台湾的时候做了蛮多的事情，包含说Andrew Rowe 呢，他跟国立中山科学技术研究院签署了专注于 AI 指挥控制跟无人系统的 MOU。然后在演讲完的隔天呢，他们就跟国防部顾立雄合照了一张，就是他们交付了首批 Altus 600M 攻击性无人机系统291架。那这一个呢，也是在签署合约之后6个月内交付，觉得这个速度也是非常的快。除此之外呢，中科院跟 Andrew Rowe 的共同专案呢，会在今年9月份台北国际航太暨国防工业展当中展出，然后到了今年晚些的时候就会开始交付硬体。然后这边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因为刚好在写这一期的时候就去看了很多跟军武相关的内容，包含其中一个是我在找巡弋飞弹的时候，因为其实有时候你看文字你会比较难以去想象，所以那时候我就想说找一下 YouTube， 然后刚好有一个 YouTuber 他在介绍航太展上面的一些内容，然后他就讲到了巡弋飞弹，所以那时候我就很好奇，因为他是在讲2024的展，所以我那时候就很好奇说2025的展是什么时候，然后一查9月份，我就想说OK， 那接下来可以去看。然后呢，值得一提的就是 Shield AI 也会在今年的时候参展，然后这是他们第一次参展，所以如果你对于军武航太有兴趣的话，就非常推荐大家去参观看看咯。那我自己是会去这样子。那所以呢，这些就是关于 Andrew Rowe 他们近期在台湾的一些动态啦。那我们接着就来开始介绍 Andrew Rowe 的创立故事吧。那我们必须要先从 Pomolaki 的背景开始讲起。Pomolaki 他其实从小的时候就对于电子产品有非常异于常人的热情，然后他很喜欢尝试各种复杂的电子专案，包含轨道枪特斯拉线圈，甚至是雷射器等等的。那他在青少年时期呢，就非常着迷于电子游戏，甚至曾经把任天堂的 GameCube 等游戏机拆解，然后用新的零件改装变成更高效的设备。其实 Pomolaki 非常的特别，他是一个很硬体的人，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在介绍创业故事的时候，通常都是因为他小时候可能很喜欢写软体然后他最后变成一个软体公司的老板之类的。但是 Pomolaki 是完全是一个很硬体的人。那后来呢，Lucky 他就迷上了 PC 游戏，但是他觉得这萤幕只有一个，对于游戏的体验来说是还蛮有限的，所以他想要知道说游戏的体验还可以做得多好，所以那时候呢，他就弄来6台很漂亮的显示器，让它可以围绕在游戏当中。那为了要负担价值数万元的设备青少年的 Lucky 呢，他就在 eBay 上面买坏掉的 iPhone， 然后用他擅长的方式，也就是修理改造的方式，
再转手卖掉去存到那一些买设备需要的资金。然后他这样做呢，就至少赚了3万多美元。然后后来呢，他就在2009到2012年间的时候，他就去南加州大学以 VR 为重点的创意技术研究所去学习相关的课程。然后他开始去使用不同的萤幕改进 VR 设备当中的零件，并且调整动作跟踪设备。而且呢，他可以更精准的去监控使用者的头部运动。那最后呢，他真的在2012年，他19岁的时候，他做出来第一台 VR 头盔装置，叫做 Oculus Rift。那完成了 Oculus Rift 的原型之后呢，他们想要把产品推上群众募资的平台 Kickstarter。那他们其实也蛮幸运的，他们在推出之前呢，就吸引到了游戏开发界的传奇人物 John Carmack 的注意。那这也打开了 Oculus 的知名度。在几个月之后呢， Oculus Rift 它在募资平台上面推出，而且将近有1万人参与了募资，最后募到了240万美元。那这也超出了他们原先募资的目标 974%。那 Luckey 他就在计划当中写到说，我不会从这个专案当中赚取1分钱的利润。这个专案的目标呢，是支付零件制造、运输和信用卡还有平台方的成本。那剩下的呢，大约10美元会用于买庆祝的披萨跟啤酒。那后来这个故事呢就非常的精彩了，就是大家比较熟知的，就是在2014年的时候 Facebook 的 Mark Zuckerberg 呢，他以20亿美元收购了 Oculus。 所以 Luckey 在非常年轻的时候呢，他就已经成为亿万富翁了，就是他这一生应该都不用再为了钱烦恼这样子。那后来呢 Oculus 被 Facebook 收购之后呢， Luckey 就进到 Facebook 里面嘛。那 Luckey 他跟 Facebook 的关系其实一直都不算太好，因为 Oculus 并没有达到当初预期的销售表现，中间也遇到了一些法律的诉讼。那后来呢，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 Luckey 捐了1万美元给支持川普的团体。当然这件事情后来就变成一个导火线，就是 Luckey 因为这件事情被 Facebook 给开除了。那这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打击，他其实在很多的访谈，甚至他在这一次来台湾的演讲当中都有提到这一件事情。那我觉得最精辟的一段话就是他在 All In Podcast 的年会上面说过的。他说，这家公司是我整个青少年和成年生活的心血跟灵魂，对其他人来说这只是一场游戏，是表演，但对我来说这一切就是我的全部，而我失去一切了，这几乎摧毁了我仍然对此充满愤怒。那为什么他在 All In Podcast 会讲这一段话呢？是因为 All In Podcast 里面的其中一个主持人 JK， 他就是曾经骂过 Pomolaki， 说他是一个蠢蛋，说他是一个笨蛋等等的。那这一段话其实我觉得他非常公开而且很诚实的说出这一件事情对他的冲击是什么。 Pomolaki 来台湾演讲的时候，他也有提到这件事情，就是他说 Facebook 搞砸了很多事情啊，其中一件就是包含开除我这样子。其实你可以想象，因为当时被开除的 Luckey 他只有25岁，然后你20几岁创业变成亿万富翁，然后25岁被自己创立的公司开除，这个心情我觉得基本上就很像是贾伯斯当初被踢出苹果一样的那种感受吧。但是呢，这个挫折后来也成为了他创立 Anduril 最原始最强大的动力。我记得他在 Invest Like the Best 的 podcast 当中就说到，我很愤怒，我每天早上起床都握紧拳头，我想要证明给他们看我是 somebody， 我不是昙花一现，他们还没有看到我的极限。你可以说这是一个复仇，或者是你可以说这是一种证明自己的方式。那他证明自己的方式不是再去做另外一家 VR 公司，而是进入了一个在矽谷极不受欢迎而且甚至有一点争议的领域，就是国防科技。所以接着呢，我们就要来提到说，为什么 Luckey 当时会选择国防科技这个领域呢？因为如果我已经把时间倒回到2017年的矽谷，跟军方合作通常会被视为一种政治不正确，因为许多科技公司的员工甚至会上街抗议跟美国军方合作，然后 Google 员工就曾经抗议公司参与军方的计划嘛。那这一个呢，算是一个美国历史上面蛮前所未有的一个现象，就是最具创新能力的技术工作者会跟国家安全部门彻底的脱节。其实过去有非常多的发明，包含半导体啊，或者是一些技术上面的发明，都是跟军方合作而有了资源资金之后才有了新的创新。那 Luckey 那时候就有注意到这个脱节的危险性，他说如果科技界最聪明的人才跟国防工业的巨头们都放弃创新，放弃我们的国家，美国将失去保护我们生活方式的能力。那更重要的事情是，他看到美国国防产业的结构性危机，因为在冷战结束之后，美国的国防产业经历了史无前例的整合浪潮。在1990年代初期的时候，美国有51家主要的国防承包商，然后经过了数十年的并购整合之后呢，就会最终形成了5家巨头
基本上呢，整个美国国防产业都是由这5家巨头所把持的。那这分别是洛克希德马丁、波音、雷神技术，还有诺斯洛普格鲁曼跟通用动力。那这种高度集中呢，带来一个系统性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成本加成合约制度的恶性激励。因为在这种模式之下，承包商只要基于实际成本收到6到 8% 的固定利润率，也就是说成本越高，利润越高。那这完全不是鼓励创新或是成本控制的一个方式，反而会激励承包商尽可能去推高专案的成本。有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就是 F-35 的联合攻击战机专案。那这一个呢，号称是史上最昂贵的军事项目，因为它的总成本呢已经超过了 1.7 兆美元，那每一架的战机成本呢高达 1.6 亿美元，这一个是最初预算的3倍以上。因为当专案延迟了将近10年，然后中间存在了非常多的技术问题，但对于洛克希德马丁来说，只要你时间拖得越长，你的成本超支，这反而会意味着你拥有更高的利润。因为根据成本加成的合约制度呢，这件事情就可以让主要的承包商拿到更多的钱。这有点像是说，我今天拖越久，然后我加了非常多的零件，我用了很多的人力等等的，我成本不断的因为随着时间而垫高的时候，政府就必须要支出这些我额外多出来的成本，所以这就会垫高原本，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每架战机的成本高达 1.6 亿美元，这个是最初预算的3倍以上。就是他们因为这个延迟啊，或者是各种的成本超支，然后他们就可以拿到更多的利润。那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人才的流失。因为在2战和冷战时期的时候，有很多的顶尖科学家会直接为军方服务，那这之中呢就去推动了雷达、核武器啊、导弹啊等等的突破性技术发展。但现在的情况完全不是这样子嘛，就是可能最优秀的工程师跟科学家都是聚集在 Google 啊、Meta、Apple 等等的这些科技巨头当中。那这些脱钩的结果就是 80% 的国防预算会流向了这5家传统的国防巨头。那新创公司基本上是没有机会去参与到重大专案的。那这个产业呢，也就会变成一个高度僵化、缺乏竞争，甚至是创新停滞的封闭系统。那最让人不寒而栗的呢，就是第3个问题，就是中国军事的能力快速崛起。Lucky 在很多的场合当中，包含演讲或访谈的当中呢，他都提到一个让人蛮震惊的数字，就是中国的造船能力呢是美国的350倍。那这也就意味着说，如果爆发冲突的话，美国每个月只能建造1艘军舰，那中国呢是有能力建造350艘的。那更关键的是中国的军民融合政策，也就是他们要求所有的商业传播都必须要符合军事标准，所以那些看似是民用的滚装渡轮啊，或者是甲板支撑结构，都足以承载坦克跟装甲车。所以如果一旦有需要，中国是可以瞬间动员整个民用的船队来执行军事任务的。那在导弹生产方面呢，差距同样是蛮惊人的，就是中国有自动的巡航导弹生产线，1周的产量就可以超过美国1年的总产量。那这些生产线呢，可以24小时不间断运转，快速大量制造精确打击武器。那 Lucky 呢，他就在 TED 演讲当中描绘了一个假设的情境，是中国对台湾发动闪击战，弹道导弹如雨点般摧毁台湾的军事设施，然后美军的舰队呢，在反舰导弹群当中攻击沉没太平洋。美国发现自己既没有足够的武器，也没有足够的平台来投送这些武器，然后8天内呢，美国就耗尽了精确制导弹药的库存，然后台湾就在几周之内沦陷这样子。那面对这个战略的挑战呢，尽管美国在制造能力上面的落后，但是在某一些关键技术当中，他们还是保持了一些优势。比如说 Lucky 他就指出说，在制造方面中国领先美国，但谈到 AI 或者感测技术，幸运的是我们仍然领先。就是如果从数量上面呢，美国是永远无法跟中国竞争的，但是透过 AI 驱动的自主系统，美国可以用更少人力去操控更多的武器平台。那这正是 Anduril 他看到的机会窗口。实际上呢，他们在2017年创立 Anduril 的时候，人工智慧还不算是一个很热门的关键字啦，所以很多人都会认为说军用 AI 是一个很天方夜谭的事情。可是 Lucky 他清楚看到，就是这终局是未来的战争必然是由大量的低成本自主的系统主导，而这件事情呢，只有透过 AI 才可以实现。那现在 Lucky 他就很常在一些访谈当中开玩笑说自己在进行 Pomo Lucky I told you so， 因为所有人都开始承认 AI 的重要性，然后2025年的时候 Anduril 跟 OpenAI 有合作嘛，那这件事情也印证了他当初的判断。
那两家公司呢就会开始共同开发专门针对国防应用的 AI 系统，然后重点来提升 Lattice 平台来对抗无人机威胁的能力。那除了 Pomolocky 之外呢， Anduril 的创立算是一个梦之队的一个故事，就是 Anduril 它是由5个人在2017年的时候共同创立，包含 Pomolocky 啊 Trent Stephan 还有 Brian Schiff 跟 Joseph Chen 还有 Matt Grimm。 那这边可以顺道一提，就是台湾的办公室负责人是 Matt。 那总之呢，先来说一下 Trent Stephan， 他是 Anduril 另外一个关键人物，也是现在 Anduril 的执行董事长。那 Stephens 呢，他算是一个非常有丰富国防经验的一个人，他过去在阿富汗驻华盛顿特区大使馆工作，然后后来加入 Palantir 6年时间，然后因为 Peter Thiel 呢邀请他，后来在2014年的时候他转战创投领域，也就是 Peter Thiel 旗下的 Founders Fund。 那时候他进到 Founders Fund， 他被赋予一个任务，就是去寻找下一个 Palantir 跟 SpaceX。 那这两家公司呢也是 Founders Fund 的 portfolio， 那 Palantir 也是 Peter Thiel 他所创的。那在深入研究国防领域之后呢，他发现说市场上面其实充斥着很多小规模的单点解决方案，可是缺乏了一家可以足够规模化的平台型公司。然后他就说真正需要的是21世纪版本的洛克希德马丁，一家以软体为核心的主要供应商。 Brian Schiff 呢，他是 Palantir 的前工程总监，然后他过去拥有将近10年军用软体的开发经验，那现在是 Anduril 的执行长。那 Joseph Chen 他是前陆军伞兵，然后也是 Oculus 的早期员工，带来了很多就是跟军方视角还有硬体工程能力相关的一些背景。那 Matt 呢是营运专家，他过去跟 Brian 有合作过一些自动驾驶的专案。那这5个人的组合呢蛮特别的，就是 Lucky 他算是一个硬体天才，然后提供很多的创新视野之外呢， Stephens 跟 Schiff 他们会从把 Palantir 带来的一些文化啊，或者是一些软体的基因跟政府的关系都放在 Anduril 这家公司。那 Joseph Chen 呢，他就是跟军事实战经验相关的，然后 Grimm 则是把这一个一切整合成一个可以规模化的商业运作。那他们5个人的政治立场都不太一样，那这件事情呢其实也有助于就是公司在政党轮替当中保持一个很稳定的政府关系。除了可以听得到有很多 Palantir 的效果之外呢， Peter Thiel 的 Founders Fund 也在这之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他们不仅是提供了 Anduril 种子轮资金之外，他们在好几轮的资金上面都是处于一个领头的一个状态。那这件事情呢其实跟 Peter Thiel 过去在 PayPal 的故事有关。如果你记得我们之前在 PayPal 那一集当中有提到，就是说那时候 Peter Thiel 问了非常多矽谷知名的创投要不要投他们，然后他都被拒绝，所以后来他就出来成立了一家自己的创投公司。那这一个创投公司呢其实都专门在投一些看似不太可能但极其重要的新创。那国防科技就完全符合这个标准嘛，因为在矽谷主流排斥军工产业的一个环境之下， Peter Thiel 敢于支持这样一个充满争议的题目，我认为其实也是蛮有勇气的，而且这也蛮符合他一贯的反主流的想法。那还有一个很有趣的细节，就是 Lucky 的第一个创业是 Oculus。那 Oculus 呢在当时其实有拿到了 Founders Fund 的资金，那这一个呢算是第2次 Peter Thiel 就是压住了 Lucky。 我印象非常深刻，他在 All In Podcast 的那一场年会当中，他就说他可以重新来过是因为有一群人愿意给他第2次的机会。其实我认为他所指的就是 Founders Fund 的这些人还有 Palantir 的校友们愿意跟他一起再创一次业，而且在这之中他们挑战更大更复杂更有争议的题目。那说到这里呢，其实可以稍微介绍一下 Anduril 这个名字的由来，就是它是来自魔戒亚拉冈的圣剑，然后在精灵语当中呢意思是为西方的火焰。这就像故事当中的圣剑重做之后呢击败了索罗伦大军，那 Pomolocky 呢希望 Anduril 能够成为对抗现代威权势力的一个利器。不得不说 Anduril 近年来的发展是非常惊人的，他们在2017年种子轮的时候 Founders Fund 领头，然后估值大概是1000万美元，然后到了2019年的时候呢 ACLG 跟 Founders Fund 他们共同领头，然后估值来到了10亿美元，所以他们也在2019年也就是成立了大概3年的时间之后呢成为了独角兽。然后到了2024的时候呢是进行 F 轮，所以他们募资了15亿美元，然后估值来到140亿美元。然后到了今年的时候他们募了 G 轮，那在 G 轮的时候募了25亿美元，然后估值来到了305亿美元。就是你可以看到这短短的几年之间，这个估值已经成长了超过1000倍。
那更重要的事情是，这一个估值的成长呢是有业务基础支撑的，因为 Andrew Roll 他在22个月内呢就达到了1000万美元的收入，然后在4年内呢就达到1亿美元的收入。2021的时候，公司的收入已经来到了 1.5 亿美元。我们刚刚提到 Andrew Roll 他花了22个月就让他们的收入来到了1000万美元嘛，就将近快要2年的时间。那同样的呢，这个数字有多难达成，因为 SpaceX 他花了5年的时间才达到，所以基本上你可以知道说 Andrew Roll 他真的成长是非常非常快速的。那接着大家就会开始问说，那他们什么时候 IPO 呢？这个问题其实我有在演讲当中的 slide 当中有看到，但是他们没有看到这一题，所以他就没有回答。但他在其他的访谈当中就有提到可能会有一些 IPO 的计划，但确切的时间就是外界都还不知道。那总之呢，这里我们都在介绍 Andrew Roll 的创立故事啊，还有 Palantir 的一些校友以及 Founders Fund 是怎么样帮助 Andrew Roll 的创立。那接着呢，我们就要来介绍 Andrew Roll 的产品有哪一些，以及不同产品当中他在扮演什么样子的角色，还有软体在这之中要怎么样跟硬体结合呢？所以现在呢，我们就必须要先来谈谈 Andrew Roll 的核心竞争力，也就是他们 Lattice 的平台。那这个平台呢，可以说是战争的操作系统。这里我其实有点想要偷渡一个概念，就是今年夏天我蛮喜欢的一个电影是超人嘛，那反派角色 Lex Luthor 呢，他就在电影当中不断的重复一句台词，就是脑力胜过蛮力。这里让我稍稍的解释一下脉络，就是他会用好几台无人机去远端传送打斗的画面回到总部，然后 Lex Luthor 呢，他就会在这个总部当中看到这些画面，然后他可以针对超人的每一步给生化人出反击的指示，然后他想要证明一件事情，就是超人只有蛮力，然后他可以靠着脑力胜过超人。那这个脑力胜过蛮力的概念呢，我认为也可以很完美的体现在 Andrew Roll 的产品当中，就是 Lattice 这个平台它是重新定义了人机关系，就是在传统模式下面通常都是1对1的关系，也就是每个武器都需要有一个专门的操作员，然后每个系统都有一个独立的界面。但是 Lattice 这个平台呢，就是一名士兵他可以控制很多台的机器，然后能够接入数百个不同的感测器、武器跟平台。那传统的军事系统有一个很核心的问题，就是烟囱效应，不同的兵种、不同装备系统使用各自独立的通讯跟控制协议，那这件事情就会导致说彼此之间是非常难以有效协作的。举例来说，海军的舰载雷达发现了空中的威胁，但是要把这个讯息传递给空军的防空系统的时候，往往需要透过非常复杂的人工流程嘛。比如说呢，海军发现了空中的威胁，但是到这一个讯息传递给空军的防空系统的时候，可能就会延迟个长达数十分钟。那更糟糕的事情就是这些系统大多数都是由不同的承包商去开发的，那彼此是竞争啊，而且不是合作的一个状态，所以每家公司都会希望说客户是完全仰赖自己产品的生态系嘛，所以比较不容易去开放界面跟竞争对手的系统整合。这件事情呢，就是如果你从军方的角度来说，军方是一个用户的角度，所以他就是花了很多的钱买了一堆无法互通孤岛的系统。那 Andrew Roll 的 Lattice 出现呢，就是想要解决这样子的问题。它的核心架构有3个关键能力，就是感知、决策跟行动。就是在感知层面当中啊， Lattice 它会整合来自不同平台的感测数据，就这些数据可能是来自卫星、雷达、摄影机、声呐，甚至无人机等等的。那它可以运用感测器融合，然后电脑视觉还有边缘计算、机器学习跟人工智慧等等技术来侦测、追踪并且分类附近所有相关的物体。那这不只是一个简单的数据汇总，它可以把一些已知的资料统一为一个实时的 3D 战场视图。比如说呢，系统会整合来自雷达的位置跟速度，还有红外摄影机的热特征跟电子侦察设备的通讯频率，来判断说这个目标类型还有评估威胁的等级。那这是感知的部分。在决策的部分呢， Lattice 它不只是被动的去展示讯息之外，它也可以主动的提供操作人员行动建议，然后当系统监测到威胁的时候，会自动分析可以应对的选项，包含说它会去评估每个选项的成本啊、风险啊跟效果，然后向操作员推荐最佳方案。那这种决策支持的功能呢，特别适合现代战争的特点，因为现代的战争节奏非常快嘛，就威胁可能是在几秒钟之内出现跟消失，那人类的操作人往往没有这么多足够的时间去搜集讯息，去分析选项，甚至最终做出决策。那 Lattice 它可以在毫秒级当中去完成这一个工作。那这件事情呢，其实跟我们过去在聊 Palantir 的 Gotham 的时候其实是非常接近的一个概念，就是它可以提供你非常多不同的建议，然后从这些数据当中去找出意义。
在讲完决策之后呢，接下来就是一个行动层面嘛，就是一旦操作人批准了行动方案，那 Lattice 它就会在几秒当中自动将这个指令发送给相应的硬体资产。比如说呢，如果决定说要去拦截一架敌方的无人机，那 Lattice 它就会自动选择最适合的拦截器，然后去计算出那个拦截的路径啊，然后发送控制指令。那这个过程呢，其实是完全自动化的，就是它不需要人工的干预。那整个过程当中呢，从威胁检测到拦截行动，可能只需要几十秒时间，这远远就会快过于传统的人工流程嘛。更重要的事情是，这些系统是可以同时处理多个威胁的。一个操作人呢，他可以同时管理数十个甚至是上百个作战单元。那 Lattice 的设计呢，它其实也是采用一个模组化的架构，它可以轻松的整合新的硬体平台跟软体功能。比如说呢，当 Anduril 今天开发出新的无人机或是感测器好了，那只需要开发一个 Lattice 的界面模组，就可以把这一些硬体装置呢无缝的接入到现有的系统当中。然后这种开放性其实也可以延伸到第三方产品。然后在商业模式方面呢， Lattice 其实创造出类似跟软体领域非常接近的网络效应。也就是说，今天它增加一个新的硬体节点的时候，整个系统的价值就会提升嘛。就是今天它只要投入$1去改进 Lattice 的核心演算法，所有连接的硬体平台都会受益。那这种边际成本的递减效应呢，也会让 Anduril 相对于其他的这种国防承包商拥有巨大的优势。那我觉得这边可以讲一个有趣的事情，就是 Trust Defense 呢，他就把 Anduril 定位成一个伪装成硬体的软体公司。那这个策略背后其实是有非常深刻的考量的，因为他们发现一件事情，就是他们在卖 Lattice 给军方的时候，军方其实是没有想要买 Lattice 的。因为军方的采购人员习惯于那一些看得见摸得着的硬体设备，所以纯软体是非常非常难销售的。然后 Anduril 我认为他们也非常聪明，就是脑筋动得很快，他们就采用了一个叫做特洛伊木马战术。表面上面呢，他们在销售的是边境塔台啊、无人机啊、感测器啊这些硬体的产品，可是呢，这些硬体产品它真正的价值在于它里面内嵌的是 Lattice 的软体，也就是我们刚刚介绍的这一个平台。那这件事情呢，就会帮助他们知道说，哦，他们买的这些硬体呢，其实背后都有一个软体，那这个软体可以帮助他们的整个作战系统变得更好，变得更优秀。所以这是我认为他们非常聪明的一个地方。有了脑力之后呢，也是需要一些手跟脚的嘛。所以呢，接下来我们就要来介绍，就是 Anduril 的整个产品战略呢，其实展现了蛮明显的陆海空全域覆盖的一个野心。所以呢，接下来就让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产品线。那这边呢会比较精简的讲，所以如果你想要看比较详细的，就是 Anduril 它究竟有哪些的产品，那这些产品呢它所代表意义是什么，以及它有哪一些的细节的话，就欢迎去订阅电子报了。那我们先说陆地的系统。Anduril 第一个产品呢是边境塔台。那你可能会觉得这有一点奇怪，就是一个想要重塑国防产业的一个新创公司，为什么是从边境监控开始？这个边境塔台呢，大概是一个10公尺高的太阳能供电设备，然后这之中呢，它集结了高解析度的摄影机，然后热成像仪，还有雷达、通讯天线等等各种感测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它里面内嵌了一个 AI 系统嘛，所以它可以能够自动识别和追踪人员、车辆，区分合法过境跟非法入境者。那他们选择这个产品的逻辑蛮直觉的，因为这是最容易获得政府合约，而且它可以去验证他们的技术能力，并且去累积一些经验这样子。在2017年的时候，因为那时候川普上台嘛，所以边境安全变成了政治优先事项，所以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他们需要现代化的监控系统，然后他们也愿意去尝试新技术跟新的供应商。那虽然说这有一些政治上面的争议，但是边境塔台是取得了商业上的成功，目前大概已经有将近200台是部署在美墨边境。那这个合约的价值呢有$2.5亿。那总之从商业的角度来看的话，以第一个产品来说， Anduril 取得了一个还不错的成功。接着呢，他们还开发了其他的感测器来弥补边境塔台侦测视线受限的区域，比如说一些边境塔台是没有办法观察到小型走廊的人啊跟物体的，所以他们做了一个叫做 DUST 的感测器，它主要是一个小型的地基感测器，大概 1.8 公斤重，然后它可以快速的部署在地面当中，它可以探测并且识别各种目标。那 DUST 感测器它的优势就在于它的灵活性，他们可以根据威胁的状态去快速的重新部署，然后形成一种动态的防御网路。这个电池的续航力其实非常的高，就是它可以超过2个月的时间。
那这种能力呢，在不对称的战争当中特别重要，就是当敌人试图去寻找一些防御弱点的时候，防御者是可以快速的去调整部署的。那另外一个感测器呢，叫做 WISP，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就是更容易移动，然后它可以应用在的场景又更多了。这个中文叫做广域红外线持续监控系统，它是一个圆锥形的感测器，然后它可以提供360度、365天、24小时、7天不间断的监控，然后它有助于侦测这些威胁。那 WISP 呢，它可以应用在很多不同的领域当中，而且它部署上面非常的灵活，它可以放在固定的塔台，比如说我们刚刚前面提到的边境塔台，或者是一些战术车辆，甚至是海上的资产等等的，甚至你可以把它简单的固定在建筑物的三脚架上。就是它所支援的任务包含边境安全啊、基地安全，还有反无人机的任务，甚至一些海上水面的监测。基本上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它就是一个非常灵活，而且它可以就是某种程度它可能比 DUS 的感测器更灵活，因为它可以放在很多不同的地方上面，包含说它可以放在车辆上面啊、海上都可以。那接着呢，我们就要来介绍他们空中系统当中有哪一些产品。其实空中系统当中是所有陆海空系统当中最多产品线的，他们有非常多的家族，然后在这家族底下呢又有非常多的产品。这里可以稍稍的前情提要一下，就是呢他们在命名上面会有一些差异。比如说呢，每一个产品通常会有2种款式，第一个是基本款，第二个呢叫做武装款，那它的代号就会有 M。 所以我们等一下如果讲到这个产品，然后它的代号里面有 M 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说它是武装版。那你可能会想说武装版它可以干嘛呢？它其实实际上就是它可以携带弹药，那它会随着不同的产品可以携带弹药的量可能就会有一些差异这样子。那我们在一刚开始呢就先来介绍一下，在空中系统当中呢其实可以分成2个，一个是无人机跟反无人机的。他们比较多是在做无人机的，比如说他们的 BOLT 系列呢，它是一个轻型的无人机，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就是它是一个 Anduril 的入门级战术无人机。它的设计理念呢，就是说士兵可以操作。这一款无人机它大概是 5.4 公斤，所以它可以直接装入背包，然后在5分钟之内部署完成。那它的飞行时间呢，可以来到45分钟，覆盖20公里的范围，所以它的主要功能就是涵盖情报、监视、侦查还有搜救。它同时可以提供民用跟军用的双重配置选项。那 BOLT 的系列产品呢，它其实真正的价值就在于它降低了无人机作战的使用门槛。就是传统军用的无人机它可能需要专业的操作员跟复杂的地面支援设备嘛，可是 BOLT 就是它可以让普通的步兵呢，它就使用了这个空中侦察能力。那这某种程度呢就是民主化军用技术嘛，它可以去改变小规模战斗的力量的平衡，让每个作战单位都拥有可以及时的空中态势感知的能力。那除了基本款之外呢，它有 BOLT M， 就是武装版本，它就是在基本版当中再去增加了精确打击能力，因为它最多可以携带的弹药大概是 1.4 公斤，那它可以支援就是反人员啊或是反装备的弹头配置。那虽然说这个武器重量它会使飞行的时间略减少到40分钟，但是它还是提供了一个完整的就是侦察打击的一体化的解决方案，就是让操作人员知道说如果他今天找到了目标跟攻击的角度，那他可以让无人机去执行这个攻击的任务。那另外一个呢就是 Barracuda 家族，这一个 Barracuda 呢它是远程巡弋飞弹，它主要被设计是用来长程的打击，它是从固定翼的飞机啊或是海军平台或是直升机发射，然后并且整合 AI 来实现更精确的瞄准和自主的操作。举例来说，它可以去识别敌方的驱逐舰的引擎室啊，或者是甲板上面最薄弱的地方，并选择最佳的攻击角度跟速度来去穿透目标。那在这一个家族当中呢，他们包含了3种型号，那每一个型号呢都有不同的射程跟弹头的载荷。那包含说 Barracuda 100，它的射程呢是小于160公里的，它可以携带的弹头呢是16公斤。那还有 Barracuda 250，也就是最大的射程是介于280到370公里之间，然后它可以携带16公斤的弹头。那 Barracuda 500呢，就是它的打击射程它可以达到800公里，然后它携带的弹头就是45公斤。那相对于传统固体的燃料导弹， Barracuda 家族呢，它是可以用更低的成本去实现更远的射程。那对于需要大量导弹进行攻击的现代战争来说，这种经济性的优势可能决定战争的持续能力。那值得一提的事情呢是 Barracuda 家族是一个专门超大规模生产、大规模部署而设计的一个产品。就是跟竞争对手相比的话， Anduril 它在制造 Barracuda 系列家族的时候呢，
他们的飞弹所需要的零件是非常少的。比如说 Barracuda 它在组装所需要的工具呢，其实减少了 95%， 就是他们有刻意的让这个零件以一个更精简的状态出现的。就是这个飞弹的外部机身制造方式，它是有点类似像是那种亚克力浴缸的生产，这其实也在说明了 Anduril 正在从传统缓慢劳动密集型的国防制造流程转向为更合理，而且是有点类似汽车生产的组装线跟机器人技术。那这种方式呢，其实就大量的去减少零件的数量，而且把很多的零件呢整合到一个单一的压制件或是面板当中。当今天这个威胁来临的时候，它是随时可以加开产能去满足短期的需求的。那另外一个呢叫做 Roadrunner 的系列，它是一个可以回收的无人机拦截系统。这个 Roadrunner 呢，如果你有去看它的这个产品介绍影片的时候，会觉得还蛮酷的。它是一个双涡轮喷射发动机驱动的三角翼飞行器，然后它会被设计为就是自主无人机跟可以重复使用飞弹之间的一种产品。好，我知道这一段可能有一点点的难以想象，但是让我来稍微描述一下，就是它其实是一个飞行器，然后呢这个飞行器就是它会从一个专用的发射容器叫做 nest， 它就有点像是一个箱子，然后它打开之后呢，这个飞行器就会飞出来，然后它可以进行垂直的起降盘旋，然后以高压音速去拦截无人机、巡弋导弹跟真人战机，并且可以在未侦测到目标的时候返回基地降落，然后来重复使用。那目前呢，这个 Roadrunner 系列它有2种版本，一个是基本版，基本版就是它可以配备一些模组化载荷啊，然后像是情报啊、侦测感测器等等的。那这个版本主要是用于侦测、监视还有情报收集的任务，那属于非武装版本。那 Roadrunner M 它就是配有爆炸的弹头，然后它是用来去拦截无人机的，还有巡航导弹跟真人驾驶的飞机。那这一个呢，就是专门摧毁于空中当中的一个威胁。这一点其实蛮特别的是，因为它跟传统的防空导弹是一次性的消耗品有非常大的差异。因为过去的传统防空导弹它的成本比较高，而且它的库存是有限的，可是 Roadrunner 呢，它是可以回收的，也就是说它同样的预算它可以提供更多次的防护，而且在面对这些大规模无人机攻击的威胁现代战争的时候，其实它更具有重要的意义。比如说他们目前呢 Roadrunner 已经在中东地区部署了非常多，而且正在快速扩展到所有的军种。那 Anduril 它也正在开发新的版本，未来可能会有机会推出超音速的 Roadrunner。这边可以补充一个小小的 fun fact， 就是 Roadrunner 这一个名称的灵感呢，其实是来自于 Anduril 的竞争者 RTX， 他们的一个无人机系统叫做 Coyote Block 2，然后这个名称呢是向 Wile-E Coyote and the Roadrunner 卡通人物致敬，就是前面 Coyote 是 RTX 的名称嘛，然后后面这个 Roadrunner 呢就是他们命名的。总之我觉得 Anduril 很常在产品的名称上面有一些很特别的巧思，他们在一些产品的影片当中也会有，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就欢迎去看他们的影片了。然后 Anduril 的另外一个产品呢叫做无人战斗机 Fury。那 Fury 呢，它是一个被定位为长程次音速，而且它可以隐匿行踪的军用战斗机产品。它的翼展大概有 5.2 公尺，然后具备亚音速的飞行还有隐形的特性。整体的设计呢是没有驾驶舱跟没有操纵杆还有方向舵的，它代表了未来空战新模式，就是人机协作的战斗。那同时呢也去希望说让敌人去难以区分这是真人机呢还是无人机，就在这种模式之下，真人机它却会负责更高决策然后跟指挥，那无人机呢就是去负责执行高风险的任务。这件事情其实可以减少人员的伤亡，而且可以让昂贵的真人战机是专注在擅长的任务上面，然后把危险的攻击任务交给相对便宜的无人机。那 Pomolaki 呢，他其实就在过去有去 Rick Rubin 的访谈节目，如果你记得 Rick Rubin 的话，对，你没有记错，就是我们之前介绍过的创造力修行的作者。然后他们聊了很多跟 Anduril 相关的事情，其实有一大部分都在聊 Oculus， 然后到后半段才聊 Anduril 这样子。然后他就在解释说无人战机跟真人战机的战术意义，他就是说你必须学会牺牲，得牺牲你的兵，就像下棋一样，如果你不能牺牲你的卒或是你的兵，你根本就没有办法下棋。他也举例了，就是想象一下你要进入一个区域，然后你要摧毁一个核武器的发射设施，然后如果你不摧毁它的话，他们就会发射核武，而这一个设施就会被地对空的飞弹保护，那它的防御圈呢范围就会横跨几百公里这样子，那任何真人的战机都不可能靠近而不被击落的。
那如果你能够近到可以发射飞弹的话，他们也能够击中你。简单来说就是大家都会死，但想象一下，就是你有大量自主作战的无人战斗机，然后你可以派出这些无人机去摧毁那一些地对空的飞弹系统，然后清出一条通道，让你进入真正可以打击到那个核武器的设施。那这一切呢是都不用牺牲到人命的。那 Fury 呢，它也入选了美国空军协作战斗飞机计划 CCA 的一个产品，那这通常也会认为是真人战机的中程僚机的计划。那这实际上也标志了 Anduril 的一个转捩点，就是证明他们有能力跟老牌的国防承包商竞争的。因为在2024年4月的时候，美国的空军就宣布说，他们从最初的5家竞争者，也就是波音、洛克希德马丁、诺斯洛普格鲁曼、Anduril 还有通用动力，选出2家获胜者。那最后呢，就是 Anduril 跟通用动力获胜。那 Anduril 的 Fury 呢，就改成 YFQ-44A。那为什么要取44呢？因为这是中文的谐音，就是它不能死一次，要死2次，死的意思。General Automatics 的设计呢，就是 YFQ-42A。这其实也可以稍微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说这是美国空军历史上第一次为无人机分配 F， 就是 Fighter 战斗机的编号。那这也标志着就是无人自主战斗机的新时代。那有趣的事情是呢， Pomolaki 在 Rick Rubin 的访谈当中就提到说，在这个竞标结果公布之前，其中有一家竞争对手公司的执行长，他没有讲是谁，他就说他曾经到处去宣扬说 Anduril 被选中的机会是0，结果他后来还是选中了所以我觉得这是 Pomolaki 或是 Anduril 非常强的一个地方。那另外一个呢，叫做 Ghost 系列，它是一个3分钟就可以组装完成的空中侦助手，也就是说它是一个无人飞行系统，然后它可以在新战场上面的情报啊、监视啊、侦查跟战斗能力一个特性嘛，就是它可以避免被侦查的能力，然后它也可以用来去执行一些秘密监视的任务。那 Ghost 的无人机的设计理念呢，就是简单可靠，可以大规模的部署，它可以在3分钟之内完成，它比前面的我们刚刚提到的 Bolt 又更快了，因为 Bolt 要5分钟嘛，然后它精英飞行的时间可以达到100分钟，它可以执行一些比较复杂的任务，然后它的产品设计非常的小，就是你在完全组装的时候，它整个长度大概是接近3公尺，然后为了方便运输的话，它其实可以折叠到1公尺的，甚至你是可以把它放入到背包里面的。那 Ghost 它真正的价值呢，不在于单机的性能，而是在于它的蜂群能力。也就是说，数十架的 Ghost 它可以协同作战，形成一个密集的监视，而且跟攻击的网络。就是每一架无人机它都是一个网络当中的一个节点，然后即便部分无人机被摧毁了，其他无人机也可以自动的重新组织，保持任务的连续性。就是 Ghost 的无人机呢，它可以从7个足球场的距离外去追踪到物体，并且捕捉详细的影像。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台湾近期采购并且交付到的一个产品，就是 Altus 系列。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像是空中瑞士军刀。Altus 系列呢，它是一个管摄式多平台的无人机系统，它可以从 C-130 的运输机，或者是 UH-60 的黑鹰直升机，甚至是地面战术车辆，还有其他无人机，还有海上平台去发射。就是它的模组化设计是允许更快速而且更有效的去载荷，还有从监视设备到攻击弹头都可以搭载的。然后 Altus 的系列呢有4种型号，就是有 Altus 600还有 Altus 600M。 那通常呢 Altus 600它大概是12公斤，它可以滞空超过4个小时，它的射程有440到450公里。那武装版的呢，它就是可以去接到不同的弹头啊，然后它有反装甲能力，还有滞空射程。那 Altus 700跟 700M 呢，它同样的就是它可以有更高的破坏需求的任务，然后它的载荷能力呢也是明显会比 Altus 600要来得高。那 Altus 的设计哲学呢，就是低成本可消耗，然后每一家 Altus 的成本都是相对比较低的，所以它其实可以当做一个消耗品来去使用。那这些设计其实可以让指挥官是更加自由的去使用它们，不用担心说这个损失昂贵的资产。那在上个礼拜呢，就是台湾已经接收到了 Altus 600M 攻击型无人机系统291架，那这个就会由陆军来操作，就是强化反装甲跟远距攻击的能力。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反无人机的无人机，叫做 Anvil， 它是 Anduril 开发的一款反无人机的无人机，就是它专门会用来主动拦截并且摧毁敌方小型跟商用的无人机。然后它的设计方式是取代传统的防空炮或者是导弹，然后去对付低成本无人机的高速消耗。它提供了一种更便宜、更灵活、可以重复部署的一个反制手段。那它的攻击方式呢，就是用高速物理撞击目标，去确保在接触之后是立即失效。
而且它也可以结合电脑视觉还有导航跟自主飞行的演算法，所以在接近敌机的时候它是可以自动锁定的，并且追踪还有修正路线。那随着商用无人机的技术普及的时候，无人机的威胁其实基本上已经成为现代战争的一个主要挑战。那比如说在乌俄战争当中，无人机就造成了 80% 的战场伤亡嘛，那这其实也凸显了就是反无人机的一个重要性。所以 Anduril 呢，它也开发了完整的 Counter UAS 的解决方案，它整合了探测、识别、追踪还有拦截的能力。那这套系统的工作流程是说，比如说它在这个边境塔台当中或者是 WISP 当中负责探测跟追踪，然后 Lattice 呢，它就会去负责威胁、评估跟决策嘛。那 Anvil 就是负责追踪拦截，就是每一个它其实都有一个自己在扮演的角色，然后这些全部都是可以相互整合，并且是在极短的时间就做出决策并且做出行动的。虽然说我们整个产品线是从陆海空的角度来看，但实际上是你可以从 Lattice 的概念去思考，是感知、决策跟行动。在感知上面当中有陆地当中的这个边境塔台啊，或是感测器，然后在决策当中呢，就是 Lattice 它所扮演的，然后行动就是这些无人机的系统，还有我们等一下接下来要讲到的一些海面系统，其实都是属于这样子的一个方式。那接着呢，我们就来讲一下海面系统。他们在海面系统当中呢，第一个就是 Copperhead UUV， 它是一个无人水下效应系统，它是一系列高速自主的水下载具。它的设计呢，就是可以为 Dive LD 跟 Dive XL 以及其他大型无人平台投放，然后具备感测啊跟攻击的双能力。这两个系统呢，都是设计可以为重复使用啊，而且都可以回收的。所以比如说他们可以从 Dive LD 跟 Ghost Shark 的平台当中发射，然后也可以从其他无人海底跟空中平台部署。然后 Dive LD 呢，它就是一个长航程的自主水下载具。它这一个很特别的地方事情是，它是透过收购 Dive Technology 然后来获得这些水下载具的。这等一下我们也会讲到，就是说他们会时常透过收购的方式去展开他们的产品线。那这其实就是其中之一，就是它是可以在6000公尺深度进行监视跟侦查任务的，然后它有非常强的隐蔽性。那它专门会为这个沿岸啊或是深海的勘察去检测还有情报监视跟侦查的任务设计的。那 Dive XL 呢，就是可以理解成一个超大型的自主水下航行器，它是一个更大型的，而且它具有更高的运载能力的一个自主潜航平台。它可以运送多枚的 Copperhead 系列，然后它可以快速的去部署整体水下作战网络，并且支援在广阔海域当中建立巡逻啊、打击啊跟感测网，是一个算是构建自主水下兵力当中蛮重要的一个支点。那另外一个呢，叫做 Seabed Sentry。如果说陆地上面有边境塔台，那海底当中也要有一个边境塔台的概念，所以你可以把 Seabed Sentry 想象成就是一个自主部署于海底的感测网络，然后它可以由 Dive XL 的平台去铺设，然后跟 Lattice 的指挥系统去及时连接跟校准，所以它可以提供持续而且广域的水下态势感知，来去支撑整个系统的指挥和行动的协调。好的，在讲完这些产品之后呢，大家会觉得头昏脑胀的嘛？那我们再继续接下来介绍一下 Anduril 的一些商业策略。它的商业策略其实是我认为最有趣的地方，而且可以跟大家来分享，就是他们其实要怎么样在一个既得利益集团把持数十年的行业当中去改变游戏规则，这件事情比开发新技术还更困难。然后 Anduril 的策略长呢 Christine Bruce， 他就曾经提出了一个24页的报告，然后这24页的报告呢叫做 Moneyball Military。他其实这篇主要就是在讨论说如何根本性的去改变美国国防的力量还有生成，还有他们采购方式，来去应对来自中国的军事挑战。尤其当这一个军事挑战是当前的传统军事能力是没有办法在及时提升的情况之下，他们要怎么样去因应。这篇报告当中呢，也可以理解 Anduril 是怎么样去应用这一套战略框架的。就是最原始的魔球版本是奥克兰运动家因为预算的限制，然后他们没有办法跟纽约的洋基队这样子的顶级球队来竞争明星球员嘛，所以他们必须要找到一种不同的获胜方式。也就是说，过去的这个传统的球探评估球员的方式主要是看球速啊、力量、外表等等的直观指标嘛，但是这些指标其实跟实际比赛的胜负关联性可能不见得这么高，就是真正重要的还是上垒率啊、长打率等等这一种数据嘛。那这种数据其实是最容易被忽视的，所以运动家呢就是专门去招募那一些在传统标准底下不起眼，但是在关键数据上面表现非常优异的球员，所以他们用了更低的成本去组建了非常有竞争力的球队。
那这一件事情呢，也是 Anduril 在做的事情，他们也在国防领域当中用了类似魔球的策略，就是在过去传统军工巨头当中，他们习惯去生产少量而且非常昂贵的武器系统。那这些武器系统呢，就是单价很高，数量稀少，而且开发周期呢就是非常长，可能要长达数十年这样子。那每一架的比如说 F-35 战斗机，它的成本就是超过1亿美元嘛，那驱逐舰的成本呢就是超过20亿美元。那这个模式呢，虽然是没有办法保证技术的先进性，但是在实际战争当中，它的可用性可能没有到这么高。那 Anduril 的策略就是完全相反，他们就是生产大量相对便宜而且是且足够智慧的系统，那透过网络效应跟规模经济的方式去获得整体的优势。那这边的策略假设呢，就是说在现代战争当中，数量跟速度它会比单体的性能是更重要的。比如说一架 Ghost 的无人机，它的成本可能只有几万美元，但是100架的 Ghost 组成的一个蜂群，它的作战效果可能是超过一架价值数千万美元的真人战斗机。那这其实也在挑战传统的国防思维，就是少数精英，就比如说几艘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军舰啊，或是非常昂贵的战机。可是军事版魔球或是 Anduril 他想要做的事情是大量有效，就是用数千台低成本然后自主化的系统来去打赢这场战争。关键的转变点呢，就是说他们不再去追求单一平台的一个完美性能，而是整体系统的成本效益。就像魔球理论当中发现，就是上垒率它会比全垒打数更重要一样。那 Anduril 呢，就是发现协调作战能力它会比单机的威力要来一个更大。那可以再提到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很多时候在讨论国防产业的时候都会提到成本加成合约的问题嘛。那这件事情呢，不外乎 Anduril 他也有提到类似的事，他们其实实际上都是自行承担研发成本，他们只卖给国防部或者是卖给美国的盟友实际能用的产品。其实在这份报告当中呢， Anduril 策略长他就指出说，现行的 PPBE 也就是规划编程跟预算执行这个系统的本质上面呢，是政府承担所有研发的风险，那承包商呢就是透过成本加成的模式去获得稳定的利润嘛。那你一定会想说，我如果拖得越久，我成本垫得越高，我为什么需要去创新呢？因为创新代表必须要用更有限的资源去做更多的事情嘛。那这对于他们来说就会不想要这样做啊，因为如果一旦这样做的时候，我就没有办法拿到这么多钱，我就没有这么多的利润了。那所以 Anduril 的做法是完全相反的，他自行去承担研发的成本，他用固定的价格去销售成品。那这种模式其实就迫使他们必须要去做出真正有用而且是有竞争力的产品，而不是依赖政府无限的补助。我认为这点跟 Lucky 他所设定的一个目标是非常息息相关的，他就写说我要做到10:1，也就是说 Anduril 假设从政府合约当中赚走10亿美元好了，他希望可以为纳税人节省100亿甚至500亿美元。他透过软体驱动的自动化生产还有大规模制造，然后去降低单位成本，然后同时提升系统效能跟可靠性，然后去减少维护的成本。就这种模式之下，它会让客户节省的成本远远超过 Anduril 的收入。那 Anduril 的价值创造呢，其实不是来自于成本的转嫁，而是来自于效率的提升跟价值上面的创新。那这一个模式其实也是可以持续走比较远的，然后也是比较可以扩展下去的。那这也是 Anduril 他所挑战传统巨头的一个关键。那除此之外呢，你可能从前面听到现在，你就会觉得说，为什么 Anduril 在成立不到10年的时间，他陆海空的产品其实都已经做得非常多了。那这件事情呢，其实就是他们不断的在收购，就是包含说他们以软体迭代啊，还有大规模的速度来进行之外呢，他们为了扩展技术能力，他们也采取了积极的收购策略。从2021年开始，他们就陆续收购了5家新创，然后包含我们刚刚在前面介绍很多的产品都是他们透过收购这些新创而来的。比如说他们在2021年的时候收购无人机开发商 Area I， 然后这一个是亚特兰大新创，它专门在开发监控无人机，然后它的产品就是包含我们刚刚介绍的 Altis 的系列。然后另外一个呢是在2022年收购的，是自主潜艇技术商 Dive Technologies， 然后这是一个波士顿的公司，它是专门在做自主水下航行器的设计跟开发。那刚刚介绍的 Dive LD 啊，就是由他们家设计的。然后还有一些智慧感测技术商啊，或者是火箭引擎商。那这一个火箭引擎商呢是在2023年收购的，这个收购也让 Anduril 掌握了开发飞弹跟太空发射用的固体火箭发动机的技术。然后还有一些无人战斗机的厂商，比如说 Blue Force Technologies， 它也是在2023年收购的。那这一个呢其实也是可以帮助他们进一步开发无人战斗机 Fury 的一个关键。
那透过这些收购呢，就是 Anduril 它增强了在空中的系统啊，也有包含水下领域当中。那这些其实都提供了 Anduril 一个更全面的防御解决方案，包含陆海空甚至太空等等的这些作战策略。那接着其实可以稍微介绍一下他们在怎么样重新定义制造这件事情。就 Anduril 他们在2024年的时候，他们募了 F 轮嘛。那这一轮的融资呢，其实是他们有一个非常野心的计划，叫做 Arsenal One 工厂。那 Arsenal 呢，就是兵工厂的意思，它是要用来建立在俄亥俄州的一个超级工厂，投资额就是达10亿美元，然后预计呢会雇佣超过4000名的员工。就是 Arsenal One 它不仅仅是一座工厂，它更像是一个实践软体定义的制造。就是传统的军工制造呢是以专案为导向的，就是每一个武器的系统呢都是有一个专门的生产线。那 Arsenal One 呢，它是一个平台导向的，它同一条生产线可以制造不同的产品。那这种灵活性其实也是来自于模组化设计，就是所有的 Anduril 的产品都是共享相同的基础零组件，然后包含处理器啊、感测器啊、通讯模组还有动力系统等等的。那不同的产品只是这些零件当中有不同的组合跟配置。那模组化生产呢，其实它的优势是蛮巨大，就是它用同一的平台去生产不同的武器的系统，然后它也可以透过 AI 辅助制造的方式去降低专业技能的门槛，然后去提升产能。那如果说 Lattice 是一个战场的作业系统的话，那么 Arsenal OS 它就是一个工厂的作业系统，就是它代表 Anduril 在制造领域当中的一些革命性创新，它希望可以透过用软体重新去定义武器的生产。那它就是透过模组化可重构的制造平台去生产各种类型的自主武器。那这一个呢，如果你想要知道更多的话， FB 上面有一个粉专叫做老波，然后他有写了一篇就是为什么要知道 Anduril 这家公司，他其实里面有花了非常大的篇幅在讲 Arsenal One 的这个工厂，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就欢迎去看，我觉得他那篇写的真的非常好。接下来呢，终于要进到我们的最后的部分，我们要来介绍就是上个礼拜 Pomolaki 在演讲当中提到台湾的角色大概会是什么样子，然后台湾的供应链等等的。那在这里我们可以参考澳洲模式，所以等一下也会来介绍澳洲模式。还有在最后呢，我们会来介绍说他们在人才招募上面的一些选择。就是上个礼拜 Lucky 大在台大演讲当中提到，是说 Anduril 已经在台湾开设办公室了嘛，而且计划快速扩张。然后他认为台湾在制造跟供应链上面都具备独特的优势。就第一个人才优势，就是 Lucky 想要利用原本会在消费性电子、汽车或是半导体业工作的台湾人才，然后让他们投入国家安全问题。那因为台湾在这个领域当中已经培养了非常多的顶尖人才。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制造能力，因为制造手机、相机、汽车、笔电和游戏机所需要的技术能力呢，其实跟建立大型的自主供给无人机啊，或者是感测器它所需要的技能是非常接近的。然后第三个是战略位置嘛，因为台湾不只是制造基地，然后也是一个民主的前线，所以 Lucky 明确表示就是说台湾跟乌克兰都在对抗威权扩张的前线。那在讨论 Anduril 接下来在台湾布局的时候呢，就是往往会连接到他们在澳洲建立的一个合作模式。那他们在澳洲建立的一个合作模式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专案叫做 Ghost Shark， 它是一个跟澳洲先进战略能力加速器的首个 Mission Zero 的一个专案，然后它是由 Anduril 跟澳洲的国防科学技术集团还有皇家海军共同开发的。那这个专案的特点呢，就包含说快速交付、在地制造，还有共同投资跟技术导向的一个可制成性。就以快速交付这一件事情来说，就是第一艘的 Ghost Shark 的原型呢，他们已经在2024年4月的时候提前交付，而且是在预算之内完成的。所以基本上你可以理解到 Anduril 他们在开发上面的节奏是非常快速而且有效率的。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它致力于澳洲制造还有在地供应，目前已经有42家的澳洲公司纳入 Ghost Shark 的供应链当中，然后这之中包含了一些深海工程啊，还有外壳制造，还有水下导航的一些专业公司。所以基本上他们来台湾的这一场演讲当中，除了学生之外，还有另外一部分是供应链的，就是主持人在 QA 做一些问题的时候，他们有特别点名到学生跟供应链。那可以想象的事情是，他们希望有比较多的台湾制造，而且是在地供应链来去帮助他们共同去完成，不管是无人机也好或是潜艇也好，那这就看他们在台湾投资的项目是什么了。那除此之外呢，他们也跟当地的政府共同投资，包含说澳洲政府就跟 Anduril 共同投入了2000多万的澳币，用来建立产线啊，还有培植在地产业的能力。然后他们预计在2025年底的时候去交付首个量产的机型。
那这实际上其实也为 Anduril 带来几个竞争优势，就是它可以更快去决策还有制定，然后它就不需要经过非常复杂的这个程序嘛，它可以直接透过供应商的关系去实现成本效率，而且它可以扩大生产规模的敏捷性。那接下来澳洲其实也会跟 Anduril 继续合作，包含说 Ghost Shark 的生产工厂啊，然后他们目前也正在计划在澳洲建立一个固体火箭发动机制造设施等等的。那现阶段 Anduril 在台湾的布局也可以看到跟澳洲模式有一些相似的地方嘛，比如说 LTIS 系统在合约签署的6个月之后交付，然后跟中科院签 MOU 啊等等的。那其实基本上呢，可以预期的是接下来 Anduril 在台湾应该会跟台湾的供应商还有台湾政府有更多的合作。我想可能合作性比较高的产品应该是无人机，因为这也是 Pomolaki 他在演讲当中提到的。他说传统的国防公司会把产品视为一种整合系统，就比如说装备特定武器的无人机啊，然后这需要美国国务院的批准跟政治流程，然后他可能需要延迟交付武器数年这样子。那 Anduril 的做法就是把无人机跟它可以成为武器的零件呢分离，比如说这个能够成为武器的零件就包含说弹头啊等等的，然后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可以向台湾销售那一些特定的商用载具，然后如果台湾选择自己决定装上武器跟弹循器，这就跟某一个人买了 DJI 的无人机然后装上爆炸物并没有不同。这实际上其实就是绕开了，就是他透过商用载具的方式进到台湾，然后跟台湾的供应链啊或者是台湾政府共同投资合作之后，其实某种程度就是加强台湾的防御能力。那这一件事情呢，其实就是他们在澳洲模式所做的事情。那其实接下来我们也可以在台湾的当中来预期到这些事情的发生。那这里呢，可以补充一个 Anduril 内部开发的原则，就是叫做避免打造蝙蝠车。这个算是我第一次听到，但他可能有在其他节目当中有讲，只是我不知道而已。他其实我最有印象的事情是他有在 Invent Like the Best 当中提到他们内部开发的原则，然后其实就是这4个，但是他用了一个更新颖的方式去包装，就是说他们内部呢常常用一个警示语叫做避免打造蝙蝠车。他就说如果因为觉得酷炫而去建造产品的话，实际上是没有办法解决问题的。他们就有列了4个开发方式。第一个呢，就是它必须是美国国防部关心的事情，而且是他们认为优先事项的事情，如果不是的话，那短期之内是不会得到解决的。他说只有在最高优先级的专案当中才能获得政治的影响力，快速推进，避免繁文缛节，快速获得认证。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国会支持的项目，它必须是国会关心的事情，因为他们决定哪一些专案获得资金，就是他们控制的是这一个资金的部分嘛，所以他就说这些控制资金的权利是在众议院跟参议院，那如果政治人物不认为这件事情重要的话，他们就不会拨款。那 Lucky 也坦诚这部分呢很无聊，但却也是现实，他甚至结束掉了一些自己还蛮喜欢的专案，因为政治上面他们没有办法获得支持。其实他在演讲的时候有稍稍提到叫做 Sentry Tank， 就是消防坦克，然后我就去找了一下，就是还蛮有趣的。他就是说这个整体的设计其实是跟坦克车很像的，然后但是呢它是消防用途，比如说当一个小镇被野火包围的时候，它唯一的道路就变成火墙嘛，那这时候传统的消防车是没有办法进入的，所以呢他们就开发了一款叫做消防坦克，它是可以直接冲破火墙，然后用远端操控避免人员伤亡的。然后呢当时他们甚至还制造了2台原型机，然后 Lucky 就说这个呢其实最后失败了，然后这个原型机还躺在他们的仓库里面。他说最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政治的问题，就是工会不希望机器人自动化他们的工作，所以最终而失败。然后第3个呢就是自身能力匹配，他就说这是必须我们做得好，而且做得好的意味是说我们能重用我们的拥有的东西吗？然后我们可以快速行动吗？这是我们可以在不完全重新定位整个业务的情况之下做到的吗？就这个原则其实强调了聚焦的重要性啦，就是不是所有的好机会都值得追求的，而是你那一些符合你现在能力的机会才是值得投入的。然后第4个原则就是竞争对手的弱点，就其他人必须做得不好，就是我们想要进入那一些现有人员做得不好的领域，有几个原因，可能收费太高，工作太慢，系统的功能不强。然后他就说打败他们是让我觉得早上感觉最棒的事情。这其实也是体现了 Lucky 他的一个竞争哲学啊，就是与其在红海厮杀，不如找到一个蓝海市场。他其实有提过一个理论叫做细菌感染理论，那这个理论呢我认为很好的去说明为什么要专注那一些自己做得好其他人做得不好的地方。他就说细菌感染这件事情呢是差异化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他说如果建造的东西跟现有的东西相同，那你会被感染的几率就容易的很多，
但是如果你可以构建一个完全不同的结构，那人们就很难复制或是攻击你在做的事情。他就说如果 Anduril 只是要制造一个更好的飞弹更便宜的战斗机，那传统的巨头是非常容易跟进模仿的，所以 Anduril 它创造的是一个全新的产业类别或者是一个产品的类别，叫做软体定义的自主武器系统。那如果你记得从零到一这本书的话，你其实不难看出来这之中就是完全体现了 Peter Thiel 所说的独占的概念，就是你必须要去思考那些你可以做得很好，然后其他人不见得可以做得这么好的地方，然后你去画出一个新的市场，然后你在这个市场当中独占。那这件事情其实也去说明了 Anduril 的竞争优势不在于制造更便宜的无人机，而是创造一个全新的作战概念。最后我们就要来介绍一下人才的选择啦。就是如果说 Luckey 他在台大公开演讲有个重要任务的话，我想就是应该让更多人认识 Anduril， 然后想要加入他们或者是进一步的合作。那所以我们就接下来介绍 Anduril 的人才选择的一些哲学。这里可以分享一个，就是大概在半年前的时候 Anduril 他们在社群媒体上面，不管 LinkedIn 啊然后 X 上面，他们就会都有一个行销的广告叫做 Don't work at Anduril， 就是不要在 Anduril 工作。那通常第一次看到的时候你会想说他们想要干嘛，然后第二次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说他们只是想要用逆向操作的方式来去宣传 Anduril 的招募这样子。他们其实在波士顿、亚特兰大还有西雅图等等地区都发行了这一系列的广告，然后他们是以喷漆的风格喷上就是 don't 的方式，就是 work at Anduril 这样子。广告原句是这样，然后他们在上面有一个喷漆的风格是写 don't。 那其实 Anduril 的市场副总裁 Jeff Miller 他就说 Anduril 不是一个适合所有人的地方，然后这是我们想要表达的重点。那这实际上其实也凸显或者是强调 Anduril 的使命导向的文化，还有挑战性的工作环境。不管是我们过去聊过的 Palantir 或者是我们现在谈到的 Anduril 好了，这两个公司他们所在的产业都相对的有争议一点，但是这个争议不见得是不好的。但是呢，你要如何吸引到优秀人才，不要去科技巨头，不要去 Google， 不要去 Meta， 但是是去 Palantir 或者是 Anduril， 这件事情其实不太容易。所以你要怎么样去说服这一群人的加入，就变成他们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Luckey 其实也在演讲当中提到了几个他们对人才的想法，他就说他非常欣赏那些能造出不存在东西的人，或者是愿意投入自己的时间然后去做一个很疯狂的专案。比如说呢，他偏好那些因为想要制造东西而制造东西的人，不是因为老师要求或是工作需要，而是因为内在驱动力而去做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些人会因为没有外在奖励的时候仍然会去创造，他们会把周末时间拿来做疯狂的个人专案。因为在国防的这种高风险领域当中，他们需要的是主动创造的人，而不是被动的执行者。那所以当事情出差错的时候，人会死，然后他说不能依赖那些只会按表操课人，就是你必须要去主动的去想出各种不同的方法来解决眼前的问题。那甚至他有提到一段，就是说经营 Anduril 呢，其实有点像是经营一个邪教，就是全员工都要相信公司的使命，然后这件事情是他们能够在外界质疑时坚定立场，甚至是切断负面影响的人际关系。因为他就提到说，他认为许多的成功公司包含 NVIDIA， 他们在早期的时候都需要这种信念来度过外界的质疑期。当年的 NVIDIA 就是压住加密货币跟 AI 的时候，就是有外界多少人说他们疯了，但是就是因为这种偏执的信念，让他们最后主宰了 AI 晶片市场。就是对于 Anduril 来说，这种使命感的实际效用是让团队在高压、争议大还有社会舆论不友善的情况之下，可以专注在保卫民主国家的防卫能力。那这件事情呢， Luckey 其实之前有在 Bloomberg 的访谈当中提到，他是说纯粹的金钱激励啊，或者是金钱导向的诱因在国防领域工作是不够的，因为有很多的聪明人可以去做其他的事情赚更多的钱，而且不必处理别人对他们的批评。那对于外界来说，这种文化可能会去显得封闭或者是强势，但是对内则是保持速度跟方向的关键。如果你记得我们之前聊过 Palantir 的时候，那时候我们有介绍一篇文章是前 Palantir 的员工，然后他就有提到说里面的一个文化就很像是邪教这样子。那这边的邪教其实不是在讲说不好的意思，而是说他们有非常强大的使命感，然后让他们凝聚在一起。那这件事情其实我最近在看 Alex Karp 就是 Palantir 执行长他的技术共和国的时候，他们其实在里面就讲到很多他们怎么样去形塑组织文化，然后他们怎么样去选择人才招募。那在这里其实你也可以看到 Anduril 受到 Palantir 的影响的一个地方。那另外一个我觉得比较特别的地方是他在演讲当中有提到零信任的人才管理，
就是当他被问到说如何防范渗透的时候， Luckey 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说人们经常以错误的方式思考渗透跟安全风险。他会问说如何阻止错误的人获得工作，如何过滤他们。他们认为只要能阻止他们进入就安全了，但是实际上并非如此，渗透是一个持续的过程。他就强调了，就是基本上呢，原本没有安全威胁的人也可能在进到公司之后变成威胁，然后可能原因有一些就是个人情况的变化，或是外部压力，甚至诱惑，还有一些是生理的因素。然后他其实就提到一个真实的案例，就是有人开始跟俄国合作，然后后来发现他是因为脑瘤的影响而影响了判断力。所以他讲了一段很令人印象深刻的话，至少让我印象很深刻。他说你甚至不应该相信我，我可能会妥协，我可能会叛变，这是一个很好的借口。如果你需要为我的行为找借口的话，他就说这种零信任的思维其实具体的实践包含说持续的审查制度，也就是说即使是 Pomolaki 呢，他也是在持续的审查之下。他就说他知道听起来这很疯狂，但是即便是他也在持续的审查之中，然后这件事情才可以确保大家没有误入歧途。然后或者是说分区管理，他说你必须假设你必须以分区讯息的方式去经营你的企业，并且以随时可能会出现安全漏洞的方式经营，然后你需要持续审查这些员工的潜在问题，然后甚至是说他会预设威胁的存在，就是营运企业的时候呢，你必须要假设随时可能会有一些安全的漏洞，并且设计相应的防护措施。好的，我完全没有想到这一集竟然会讲到1个半小时。那如果你对于这一集提到的产品细节有兴趣的话，你也可以订阅 VK 科技阅读时间的电子报，我们在里面有讲比较详细的内容。那如果你想要用阅读的方式去理解整个内容的话，也都非常欢迎你可以去订阅。那以上呢就是在聊 Andrew 的故事。如果你喜欢这一集的话，欢迎分享给你的家人朋友们。喜欢商业和新创故事的内容，也欢迎订阅 VK 科技阅读时间的电子报。我们每周3中午12点会更新 Podcast，欢迎在各大 Podcast 平台收听，也记得帮我把 VK 科技阅读时间这档 Podcast 推荐给你的朋友和同事，也记得帮我在 Apple Podcast 跟 Spotify 上面5星留言好评刷起来，让我知道你在这一集当中获得哪些新知。如果不知道留什么话，可以留 VK 你超棒或是 VK 科技阅读时间超赞。那我们就下次见，拜拜。